乌克兰重磅空袭摧毁俄罗斯氦气火箭工厂，苏美乌军全线反攻，将俄军打出境外。红军村告急，俄孤军深入17公里。乌克兰国民禁卫军第1军部署到位，开始清剿俄渗透小组。乌克兰最温柔的王牌却是俄军的死神。俄军借演习之名兵临城下。俄更新入侵名单，72小时占领波罗的海3国。4小时到基辅的荒唐言论源头曝光。欧盟26国联合声明力挺乌克兰，却遭欧尔班背叛。欧盟26国联合声明力挺乌克兰，却遭欧尔班背叛。俄试射核动力导弹，这次能飞超过2分钟吗？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克兰最近一次的远程袭击干得真漂亮，直接炸掉了俄罗斯最主要的氦气火箭工厂。综合乌克兰情报局和俄媒乌拉尔56报道，俄罗斯时间8月11日，乌军无人机群打向奥伦堡地区，目标直指当地的一家军用氦气工厂。差不多上午7点左右，目击者声称，奥伦堡上空看到无人机盘旋，并伴有阵阵轰鸣声。紧接着，工厂一带就传出巨响，持续了约30分钟。现场流出的视频显示，该工厂一带闪烁出了明显的火光。目前，基辅方面放出的消息是，乌军这次1200公里的空袭给奥伦堡的氦气工厂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俄方则未做进一步回应。只有奥伦堡的代理州长索恩采夫站出来承认了该地遇袭，声称击落了2架来袭无人机，但却没有发表任何关于工厂具体损失的报告。而到了8月11日晚间，俄罗斯当局却悄然封锁了工厂附近的 M5 乌拉尔联邦公路的部分路段，这凸显了此次袭击的影响之大。与此同时，俄罗斯又在8月12日上午再次发布了无人机空袭警报。这次不仅奥伦堡州再度遇袭，奥斯特频道还报道称，当天夜里乌军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并打中了当地的军工厂。据悉，该军工厂主要负责为俄军的导弹提供零部件，空袭导致厂区的2栋建筑物起火。同样起火的还有亚罗斯拉夫的一家军用油漆厂。初步信息显示，火灾面积达到了4500平方米，且大火已将工厂屋顶烧得坍塌，目前大火原因还未知。不过该厂长期为俄军生产用于军事装备的特殊防腐涂层，因此这可能也是乌军昨晚空袭的部分战果。陆地战场，现在苏梅和红军村呈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极端战况。苏梅战线，乌军近期的反攻越打越猛，逼得俄军不断后撤。乌军第22突击团甚至表示，他们已将该方向的俄军打出了国境线以外。乌克兰军官特卡丘克也表示，乌军在反攻苏梅的同时，还对库尔斯克保持了活跃的军事行动，其在10日至11日共夺回了3个定居点，实控面积超过了120平方公里，正不断将战火推回库尔斯克。目前，乌军已经稳定了霍金至尤纳基夫卡防线，并将俄军炮击推回边境了4公里，将俄军的前线观察哨往后推了3公里，且让乌军炮火能够覆盖到边境的格卢什科沃主干道。而俄军方面在陆地攻击受挫后，其伞兵部队试图从水中发起登陆作战，但被乌克兰特种部队逮个正着。接着，乌军发射 FPV 无人机从空中击沉了这艘军船，并消灭了3名俄军。俄罗斯官方则继续否认退出乌克兰边境线外的事实，还强调在苏梅取得了进展，但一直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综合来看，这段时间乌军对苏梅的反击不仅收复了多块失地，还支援了其他战线。目前乌克兰在苏梅的压力并不大，战场焦点集中在顿涅茨克、红军村一带。乌总参谋部最新消息显示，在8月的一次高精度打击中，乌军成功打掉了俄军第85摩托化步兵旅在顿涅茨克前线的指挥部。战斗中，乌军击毙了该旅指挥官，外加另外5名参谋人员。莫斯科对此暂未作出回应。据悉，该旅长期都驻扎在顿涅茨克地区，负责朝乌克兰的阵地发动摩托化冲锋。而最近，俄方又购置了新一批摩托车，包括电瓶车和滑板车等难以言说的设备。从购置现场流出的画面显示，一辆辆冲锋车就这样码在大院内，等待俄军士兵用其突袭。但这样的战斗方式也让俄军的摩托旅成为损失比例最高的部队之一。战场前线，红军村东翼，也就是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目前战斗比较困难。目前俄军的突破已被确认，乌克兰的新顿巴斯防线在最薄弱的环节被绕过，俄军突击小队正迅速逼近乌克兰防线后方。
乌克兰战场监测组织 Deep State 8月11日通报称，俄军突破了乌军顿涅茨克州多布罗皮利亚防线，向前推进了10到17公里。现在俄军可以选择向西推进，威胁多布罗皮拉，向北威胁克拉马托尔斯克，向东北包抄科斯蒂安蒂尼夫卡。而据深岸势力的地图显示，俄军当下正向东北突进，试图对科斯蒂安蒂尼夫卡突出部进行大规模的包围尝试。不过从地图上也能看出，快速推进的俄军只是一支先头部队，攻击面很窄。乌军若能从两翼斩断这支孤军深入的俄军，情况瞬间就能得到好转。当然，想要绞杀这支孤军还是有难度的。目前乌军在前线的困难主要有2个，一是战线太长，兵力不足，使其不得不进行更大范围的机动作战。若是没能阻止俄军深入，乌克兰可能比所有人预想的更快地面临一场夺取克拉马托尔斯克入口的战斗。第2个困难是美国断供后，乌军缺少大威力远程武器。欧洲产能虽正在恢复，但需要时间。目前，乌总参谋部向红军村增派的国民禁卫军第1军已经在多布罗皮利亚、克拉马托尔斯克公路附近就位，将很快开始清除渗透的俄军。据悉，该军是乌克兰战备最完备的部队之一，由丹尼斯·普罗科彭科上校指挥，他是马里乌波尔亚速营的传奇守卫者。而渗透的俄军主要依靠步行或使用轻型车辆抵达连接第聂伯罗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公路，没有足够的后勤补给，因此乌军的目标就是在未来几天内消灭渗透的数百名俄军，收复至少约15平方公里的领土。如果不能消灭这里的俄军，顿涅茨克最后2座主要城市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将面临与第聂伯罗地区隔绝的危机。此外，为了巩固红军村方向，乌军指挥部还紧急从哈尔科夫抽调第92突击旅和第4国民警卫旅卢比日，以增强在佐罗蒂克洛贾茨、多布罗皮利拉突破口的防御。红军村能否解决危机，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其他方向战线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激烈程度紧随其后。如莱曼方向，乌军第63旅消灭12名身穿反无人机斗篷的俄军士兵；又或是恰索菲尔方向，乌军使用携带50公斤弹头的新型无人机袭击俄军指挥所，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总的来看，乌军前线虽面临巨大压力，但其依旧在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反抗。例如当初的苗乌，一步一步成为打击俄军的空中死神。在基辅的街头，总有一抹无法忽视的蓝色卡特琳娜·特罗扬。她高挑纤瘦，一头不羁的蓝发，时常戴着一顶俏皮的猫耳朵渔夫帽。她是你我会擦肩而过的邻家女孩，但在乌克兰的战火中，她有另一个名字，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呼号——苗乌。这个名字温柔如猫的低语，却是战场上最致命的死亡宣告。当2022年的侵略战火烧遍家园，这位家中唯一的女儿依然放下了画笔与诗篇，投身于最精锐的第82独立空投旅，成为了一名 FPV 无人机飞手。她从一个对军事一无所知的菜鸟，在超过1000次血与火的出击中，淬炼成了乌克兰最顶尖的王牌。她的无人机是正义的猎鹰，精准地撕裂着俄军的坦克与阵地。然而，在这位空中死神的背后，是一个无比温暖、鲜活的灵魂。战友们记得，他从不傲慢，总是乐于助人，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毫无保留地带进了满是泥泞和死亡的战壕。他带着猫耳朵奔赴战场，用最温柔的姿态执行着最冷酷的任务。但战争终究要吞噬美好。2025年6月5日，在红军村的炼狱烈火中，苗乌的生命航程走到了终点。那双曾凝视过无数次胜利画面的眼眸，在32岁的年华永远地闭上了。那个染着蓝头发的女孩牺牲了，这个消息让整个乌克兰为之心碎。有人悲伤地询问，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份牺牲？答案是铭记。忘记卡特琳娜，就是忘记我们为何而战；忘记苗乌，就是对自由的背叛。在她牺牲后，一份追授她乌克兰英雄称号的请愿，在短短数日内便获得了数万人的签名。这是人民的回答，也是历史的誓言。他的人生短暂，却比大多数人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他不是战争的牺牲品，他是自由的殉道者，用生命诠释了热爱与忠诚的终极意义。天空之上虽再无苗乌，但他已化作自由的风，永远吹拂在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上，激励着每一个不屈的灵魂战斗到底。火力军深知，靠武力侵略他国必须受到惩罚，而不是得到奖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应该如此艰难。战场之外，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正越来越公开化。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计划于9月12日至16日举行联合战略演习，而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首批参与演习的俄军及装备已经抵达白俄罗斯。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军演是要9月才进行的，但更早时候就有俄军进入白俄的消息传出。基辅则从一开始就发出警告，俄军可能会借军演的名义从白俄方向进攻乌克兰，就像2022年他们做的那样。虽然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否认参与俄乌战争，但欧洲方面还是予以了紧急回应。如最先行动的立陶宛，他们宣布在白俄罗斯边境举行军演，又或是波兰也在边境加强了防御，构筑了更严密的攻势掩体等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则表示，欧盟反对讨论向俄罗斯做出任何让步，并正准备针对俄罗斯的第19项制裁措施。欧盟宣布将从俄罗斯冻结的资产中向乌克兰提供第3笔16亿欧元援助。与此同时，欧洲军工厂的扩张速度也已扩张到了和平时期的3倍。像莱茵金属、英国宇航系统、欧洲导弹集团、纳莫公司和康斯伯格公司等主要企业正在建设新的设施和道路，预计部分炮弹产量将增长10倍以上，以备不时之需。此外，考虑到乌克兰问题，北欧和波罗的海8国集团还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警告美俄不要在不考虑乌克兰立场和欧洲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和谈，称泽连斯基已明确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进行和谈，但谈判只能在停火条件下进行，且乌克兰主权得到充分尊重。由此可见，北欧和波罗的海8国集团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如果乌克兰不能得到公正的和平，下一个遭殃的可能就是他们了。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这几天，俄罗斯各大政论节目的讨论重点已经转向俄罗斯出兵，其中包括如何3天72小时占领波罗的海3国。他们声称，波罗的海3国的存在是地缘政治的错误，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与3年前的说辞何其相似，唯一的差别只不过就是把乌克兰换成了波罗的海3国。又或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人员在媒体上大谈阿塞拜疆，并提议对其发起进攻，并且俄方宣传员再次使用了特别军事行动的字眼。显然，这也是俄乌战争的翻版。尽管莫斯科官方尚未发表评论，但由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这档节目本身就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总之，若是俄罗斯如愿谋取乌克兰土地，波罗的海3国、摩尔多瓦、阿塞拜疆等国的处境将变得极其危险。总之，从现在到美俄会谈的8月15日，再到9月初，将是俄乌战争的新一轮微妙期。无论是前线战场还是外交领域，各方的角逐都已白热化。特朗普在俄乌问题的最新回答中出现了3大原则性的错误，他甚至声称俄军仅需4小时就能抵达基辅。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1日，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回答了他即将和普京会面的细节问题时，言语中充满了期待与自豪，但他的讲话中却出现了至少3个错误。首先就是他认为2022年的俄军本来是可以4个小时就到达基辅的，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如果俄军沿着公路前进就能办到。他将俄军未能快速抵达归咎于一位将军决定穿过农田，导致坦克陷入泥泞。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根本不是。实际上，当年俄军主力就是沿着公路向基辅推进的。当时，一支绵延约60公里的俄军装甲车队沿着通往基辅的公路行进，但遭到了乌克兰军队的顽强抵抗，并通过炮击、无人机袭击和地面伏击等方式被有效迟滞和打击。许多当时的新闻画面和后续报道都清晰记录了在公路上被摧毁的俄军坦克和装甲车。因此，特朗普所谓俄军为走公路而选择农田的说法并不成立。其次，特朗普犯的第2个常识错误是他再次指责泽连斯基没有结束战争，声称泽连斯基在3年半的时间内毫无作为。同时，特朗普暗示他将通过推动领土交换的方式来达成和平协议。看来特朗普的毛病又犯了，故意搞混了俄乌战争的发起方。3年来都在做抵抗作战的乌克兰要如何结束战争？难道要直接跪地投降吗？最后，特朗普的第3个错误更为可笑。在这场短短的讲话中，他2次提及周5要去俄罗斯和普京会面，但双方会谈的地点显然是阿拉斯加，具体地点则将在安克雷奇市的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举行。难道特朗普是急着见普京，太过兴奋而记忆错乱了？还是说他骨子里认为阿拉斯加是俄罗斯的领土？毕竟时至今日，莫斯科还有声音表示，他们不承认当年沙俄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此外，特朗普还强调，他曾问过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乌克兰能打败俄罗斯吗？对方表示这个问题很愚蠢，因为俄国一直靠战争取胜。大家猜猜这个聪明人是谁？没错，就是欧尔班，现任的匈牙利总理。
如此一来，特朗普的神奇逻辑与大放厥词的原因找到了，原来他有个好老师。8月12日，欧盟26个成员国领导人批准一份支持乌克兰的联合声明，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却成为唯一拒绝签署该文件的人。是这份联合声明很违规吗？答案并不是。这份联合声明指出，国际边界不能以武力改变，乌克兰人民必须拥有决定自身未来的自由。乌克兰的和平道路不能在没有乌克兰的情况下决定，只有在停火或减少敌对行动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声明中还写道，欧盟将与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协调，在乌克兰行使固有自卫权之际，继续向其提供政治、财政、经济、人道主义、军事和外交支持，同时将继续维护并实施针对俄罗斯联邦的限制措施。此外，声明还提到，欧盟及其成员国愿意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做出额外贡献，并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份声明表达了欧盟的态度，即使斯洛伐克都同意，但正当欧盟各国全力捍卫乌克兰主权之际，匈牙利却拒绝签署该声明。据路透社报道，自欧尔班于2010年执政以来，他被视为是在乌俄战争期间对俄罗斯最友善的欧盟领袖，其因多次反对军援乌国，遭到部分欧洲领导人的批评。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个拒绝签署12日声明的欧洲领导人。而他在接受 YouTube 频道爱国者访问时，说出来乌克兰已输，俄罗斯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惊人话语。他强调称，现在唯一的问题在于乌克兰背后的盟国会在何时何种情况下承认这件事的发生，以及这一切将会带来什么结果。看样子，匈牙利已经彻底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了，或者说从未分开过。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8月10日报道，俄罗斯即将在新地岛试验场再次试射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据悉，新地岛位于巴伦支海和卡拉海之间，距离挪威约900公里。此次试射会临时关闭一条500公里长的沿新地岛西岸空域。报道称，在过去几周，俄罗斯数艘船已将相关设备运往该地区，并已停泊在观测点。此外，俄罗斯联邦原子能部署的2架飞机目前已停在该群岛西南部的罗加乔沃空军基地。据悉，此类飞机过去支持过类似的试验。那大家认为这次试射会成功吗？俄罗斯并非第一次实施海燕，但从未成功过。2018年，普京首次公开提及海燕导弹，他当时说，北约没有防御这种武器的手段，它可以从各个方向低空飞向目标，从而避开防空系统。据称，这种巡航导弹长约10米，重达6吨，可携带核弹头，并可能由一台小型气冷核反应堆驱动。有军事专家称，这可使其射程超过2.5万公里，而且这种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可能会留下放射性尾迹。2019年，海燕导弹进行了一次试射，结果发生爆炸，造成俄联邦原子能署的5名员工死亡。美国消息人士称，这次爆炸还释放出了放射性物质。挪威情报机构多年来也一直警告称，此类测试有发生事故并释放出放射性物质的风险。而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海燕导弹迄今最长一次飞行仅持续了2分钟，且所有试射型号的飞行距离均未超过35公里。此次报道称，如果这次海燕导弹在未来几天试射，那就恰好发生在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前夕，两人打算在那里讨论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目前尚不清楚莫斯科是否有意在峰会前通过试射来展示实力，但可能性很大。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匈牙利已经彻底倒俄，那欧洲其他盟友最终会如何选择？是否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呢？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